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千万不要小看了你自己意念的力量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各种能量组成，而意念是组成这个世界的重要部分。你的脑海里面一定要重复地去想健康、富有、阳光、幸福、美好等等好的东西，而且你一定要相信这100%都会发生。大脑里面千万不要想疾病、悲伤、沮丧、失败、贫穷，一切负面的意念都不要有，要把负面的意念全部要抛开。无论现在你怎么痛苦，怎么沮丧，怎么绝境，你一定要坚信不好的都会过去的。你要坚信山穷水尽之后必定是柳暗花明，只要你相信，它就一定会发生。传说在很久以前，非洲的一个部落里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。在当地，青年男子娶亲都要以牛作为聘礼，一头牛代表姑娘长得丑，2头牛代表姑娘勉强能看，3、4头牛代表姑娘是普通人，5、6头牛代表姑娘是美女，9头牛是聘礼的最高规格，代表姑娘比仙女还要美3分。部落酋长家有3个女儿，大女儿和2女儿天生丽质，漂亮聪慧，成年之后很快就都被人以9头牛的聘礼娶走了。3女儿成年之后，却迟迟没有人来下聘礼，因为她生得不美，而且不爱干活。后来从远方来了一位游客，他看上了酋长的3女儿，于是跟酋长说：尊敬的酋长，我愿意以9头牛的聘礼来迎娶您的3女儿，您意下如何？酋长听了之后非常高兴，于是他把3女儿嫁给了这位游客。几年后，酋长外出路过3女儿的家，于是顺路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女婿。让他意外的是，自己的女儿不仅变得非常漂亮，能歌善舞，而且还能烹调美味的佳肴，十分贤惠懂事。酋长吃惊地问自己的女婿：你会什么法术吗？怎么将我的女儿变得这么好？他的女婿笑了笑说：我只是一直相信您的女儿值9头牛的价值，而这种意念也深入了他的心。他一直按照价值9头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最终他就真的成为比仙女还要美好的人了。酋长的3女儿之所以变得美丽贤惠，正是因为她的丈夫给她植入了积极的意念。你值9头牛的价值，你是最美丽、最贤惠的。在这种积极意念的暗示下，她的气场逐渐强大起来，最终她真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魅力女性。这就是意念的作用。长期以来，人们都对念力抱着一种神秘的态度，既相信它的存在，又不知这一神秘的力量来自何处。而到底这一神秘的力量在哪里呢？回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来自人类自身，是人的能量场通过大脑所发出的意念力。意念力是存在的，它来自于人体的能量场，但人的这一能量场会随着后天不断产生的欲望而减弱。减少欲望，保持心态的平和，多做善事，能增加这一能量场。可以说，德行是人体能量场的源泉。修炼人练什么？
就是修炼人的心性和德行。人的意念越专一，这个力量就越大。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常说心诚则灵的道理。佛门中也常讲一分诚敬的一分利益，10分诚敬的10分利益。为什么胆大的人做事容易成功？因为胆大的人做事果断，意念专一，信心坚定，没有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的层层疑虑。所以只要念头正，越单纯越好，越单纯越容易成功。而生性多疑、优柔寡断的人做事很难成功。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耗能过程，如不人为地加以控制，人的这一能量场就只会减弱而不会增强。胡思乱想的人最耗神，也就是耗气血、耗能量。所以心静养神，心静是恢复自身气血能量的最好方法。闭关修炼再度出山的人，往往容易马到成功，就是因为他通过修炼集聚了大量的内力、心念力。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，不同的人能量场的强度也是不同的，但有相同想法人，能量是能够相合的。如佛门的集中助念，有特异功能的人就是通过能量场所产生的意念力，做出了常人所不能做的事。但有特异功能的人在发功时必须高度专注，否则功力就会大打折扣。如果在发功时有人的能量场所发出的反对意念力超过他，那么不但不会成功，反倒有可能造成伤害。人体有一个用于保护自身健康、对外产生作用力的能量场，而构成这一能量场的，就是人体所秉承的阴阳五行。人秉阴阳2气以化生，或五行之志以成形。如此，一个新的生命就诞生了，而构成生命形体的就是五行，而使生命形体得以显现活力的就是阴阳2气。所谓五行，就是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。对应人体的五脏就是木主肝，火主心，土主脾，金主肺，水主肾。而五脏也是各有所主的，那就是肝藏魂，心藏神，脾藏意，肺藏魄，肾藏志。所主的5种品德：肝主人，心主理，脾主信，肺主义，肾主志。所主的5种情志：肝主怒，心主喜，脾主思，肺主悲，肾主恐。这就是构成人体能量场的所有要素，在阴阳2气的作用下，从而在人体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。能量场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，只不过存在着强弱的不同及完善与否。它直接与人体所秉承的阴阳五行之气有关。阴阳2气旺盛且五行健全的，其能量场就强盛和完美；阴阳2气衰弱而又五行不全的，其能量场就衰弱和欠缺。这个能量场其实就是中医上所说的人的正气，它是人体在阴阳平衡、五脏调和的状态下产生的。人的这一能量场可以产生一种作用力，即时刻环绕在人体的周围，起着维护身体健康的作用，又能根据不同的事情对外产生不同的作用力。
静时保护自身，动时向外产生能量，也就是中医所讲的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。这一能量场在对外产生作用时，与力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分则弱，合则强。由于人每产生一念，无不取决于心，心是产生欲望的器官，所以人所具备的这一能量场可以说是由心来控制的。心的欲求越多，此能量场也就越分散，对外产生的作用力也就越小，同时用于保护自身的力也就越弱。反之，如果心的欲求越少，此能量场的凝聚力就越强，对外产生的能量也就越大，而用于保护自身的能量也就越大。所以说，人在无私无欲、清净淡泊的情况下，能量场是最强的，抵御外来侵害的能量也是最强的，也就是佛门禅宗中所说的禅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发出的意念往往有不可思议的效果，一个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一个意念都是此能量场所产生的力的外施作用。一个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所产生的作用力是显而易见的，而人对某一件事所产生的意念，也是一种力的外施作用，只不过是一种无形的力，它以一种波的形式存在于空间之中，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。比如一心一意做一件事就容易成功，三心二意就不容易实现目标。这一人体所发出的意念力是非常神奇的。一个人针对某一件事都会产生一种想法，而一旦这一想法形成决定，人体的能量场就会依据这一想法，通过大脑向外产生一种作用力，这个力就是人的意念力。但是由于不同的人所具备的能量场不同，加之不同的人对事情的专注程度也不相同，所以能量场所发出的力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，有的强，有的弱。人的能量是一定的，所以要做什么事，你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，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应该慎重的。你要发财，你要升官，还是要健康，你必须权衡利弊，做出选择。为什么有的人升官发财后身体就突然不行了？就是因为他长时间殚精竭虑，把自己的内在能量消耗殆尽，而自己却无从察觉的缘故。恐惧、焦虑、忧愁、灰心等都会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消耗自己的能量，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不愉快的心情。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：为人莫做亏心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暗是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以此来告诫人们，不要想也不要去做坏事，意淫也最耗神，否则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就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，都会向外发出一种信息，那就是做了这一件事的信息，无论好事或是坏事，这一信息会一直存在于空间之中。只要你做了坏事，你所发出的信息就会带着你独有的烙印而存在于空间之中，而受害方也同样会发出信息进行寻找。一旦找到，
剩下的就是能量的较量了。被人知道的人和事，受害方就会千方百计地与你为敌，从而进行报复；而不被人知的人和事，就会由人的能量场所发出的意念之力在空间进行较量。所以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事别人不知道，一旦遭到报应，泄密的就是你自己发出的信息。念力就是施念者能量的外施作用，它是一种力，可以在被念者的身上产生作用。我就发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，凡是父母，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生活学习关注越重，这些母亲到了中年后身体都是相当不好，而那些对孩子比较放任、不大上心的父母身体都很不错。这大概和这些父母的心血释放多少有关。祝福和祈祷也是祝福者能量的外施作用，同样能在被祝福者的身上产生作用。之所以宗教一直存在，其原因就是由于有这一神奇之力的存在，所以宗教才兴盛不衰。只不过长期以来，人们不知道形成这一神奇之力的真正原因，所以把它神化了。不同的是，诅咒是会大量消耗自己的能量，而祝福祈祷会增加自身的能量。这也是以祝福为宗旨的宗教之所以能越来越昌盛的原因之一。就拿人们的信仰来说，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宗教，虽说信仰不同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要求人们要诚信善。站在接人待物的角度而言，诚就是对人要诚实，信就是要对人讲信誉，善就是要与人为善，多帮助别人。站在宗教的角度而言，就是对信仰要虔诚，要对你的信仰深信不疑，要经常地保持善念，如此就会得到神力的护佑。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做人诚实、守信，经常地帮助别人，就会获得好的赞誉和祝福。一旦有难，就会得到很多人的祈祷，这时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，来增加其人的能量场，从而减轻疾病和免除灾难。这是众人的能量在起作用，而不是神力。在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说，许多有信仰的人并没有避免疾病和灾难，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人生的生老病死，所以如果得不到这种能量的保护，后果只会更惨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一个有钱人，你要经常施舍，多做善事，恩泽于民，老百姓就会爱戴你，祝福你，你就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富有。反之，如果你自私自利，为富不仁，那老百姓就会诅咒你，你的财运或身体很快就会衰败。其实我们只要细心观察，就不难发现，有一些富人，尤其是一些暴发户们，大多数都从不或极少做善事，他们靠偷税漏税、坑蒙拐骗等不正当手段起家，因此他们往往衰败得很快。而一些大知名企业、大企业家能够长久不衰，就是因为他们把收入的很大部分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，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。
老子说，为道日损，为道日损的损，是建立在生存必须的基础上，抛弃额外的贪欲，这才是为道者遵循的损。损并没有因损而失去，而是转化给了另外的载体，从而不为物累。失去的是贪欲物质，得到的是身心的升华和强大的能量场。这就是有所失必有所得。人为外物所累，必然身心疲惫，与养生不利。对生命而言，时间缩短了，生命的质量下降了，不为外物所累，与养生有利。对于生命而言，时间延长了，生命质量提高了，保护自己的能量也就增强了。最忌讳的是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的心态对养生最不利。其实念力的道理很简单，一个人如果作恶多端，就会遭到众多人的诅咒，而这种诅咒是一种能量的外释作用。如果这一能量超过此人保护自身的能量，就会在此人身上产生作用，或作用于物，或作用于人，使其轻者治病，重者损命。当然，如果此人自身的能量场相当强，又有很多的人支持，就有可能对此人产生不了明显的作用，但有可能发生在后代的身上。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后世报。人的意识就是一种无形的能量，也可以称为意念力。这种能量通过人的意识发射在空间之中，形成强度不同的能量波。它可以影响和改变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向，也可以直接对事物产生改变。只不过此能量的大小是因人而异的。意念力强的人可以改变物体的存在方式，可以影响别人的意识，控制别人的思想。许多看上去是人为因素决定的结果，实际上是必然的规律。拿大家最关心的股票来说，当股价高到一定价位的时候，做空的力量就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，于是大家就会纷纷抛出手里的股票。而当股价低到一定价位的时候，做多的力量就会占据主导地位，于是牛市就会慢慢到来。因此判断牛市还是熊市，最根本的办法是看哪种意念力占据了主导力量。当然，国家政策、领导讲话都会影响大家的意念力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，但又势力强大，纵然恨之入骨，但又无可奈何，那么就会有很多深受其害的人在潜意识里希望该人遭到报应。这时这些人就会共同地向空间发射一种能量，并形成一种合力，以能量波的形式存在于空间之中。人自身的能量场有强期和弱期，一旦该人保护自身的能量场处在弱期，那么存在于空间的能量波就会直接对该人进行攻击。这种能量可以借助任何形式发生作用，或大病一场，或因车祸等事故造成死亡。因此保证身体健康，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正气，就不会受到外来诅咒力的伤害。当然，人不会永远保持能量不衰退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任何人都不可能违背这个规律。
所以做什么事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，也就是违背事，不然是自取灭亡。日本的江本胜博士所著的《生命的答案：水之道》，用科学实验证明了人的意念是具有能量的。人对一瓶水的意念不同，水就会结出不同的结晶。随着人类自身选择的不断变化，会出现不同意识的能量组合，而这种组合出现的结果可能是随机的，它可以直接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作用。也就是说，人类向前发展，会因人类的不同选择产生出无数的念力，因而会出现无数不同的结果。选择在人类自己，这就是道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正确，就出现有益于人类的结果；选择错误，就出现有害于人类的结果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任何人都可能会遇到艰难险境。有些人用积极的、强大的意念为自己营造了强大的气场，最后走出了困境，走向了成功。而另一些人则用消极的意念不断消磨自己的气场，最终自己被自己打败，在困境中越陷越深。不同的意念决定了不同的气场，不同的气场又决定了不同的命运。改变意念磁场，就是改变命运。意念磁场对了，人生就对了。宇宙天地有磁场，蓝天虚空有磁场，山川河流有磁场，江河湖海有磁场，树木花草有磁场，昆虫动物有磁场，一切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磁场。作为宇宙进化最高级的产物，人不仅具备万物的基本能量磁场，更是因为有了意识、意念与思维活动，使自己的身心磁场拥有了超越性与兼容性，具备了更多出路与可能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一个人的身心磁场本质上都是意念的磁场，精神能量的磁场。一个人每一次起心动念，每一次意识活动，都会对他自身、对周围的人事物境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场的影响。意识科学告诉我们，意识具有选择性，意识选择与什么层次的事物相结合，就会在哪个层次上展开作用，强化哪个层次的功能，进而呈现出不同层次的人生命运。出路决定思路，意识改变命运，提升、提纯一个人磁场的关键，就是在内在良知的光明指引下，自觉规范自己的意念活动，让自己的意念保持在更高能量层次上运作，保持在积极光明的生命创造频道中。意念的能量比你想象的更强大，只要你持续聚焦，它不断地发出独有的振动频率，吸引同频同质的意念和谐共振，从而形成强大的磁场合力，吸引到更多与之能量匹配的人事物。那么在外在变化万千的环境时事中，如何保持强大而和谐的意念磁场？第一，出路要光明，你必须给自己的意识一个充满生机、生生不息的出口，超越有形物质的牵扯，不断追求心性的纯粹光明。这样你的意念活动就会在精神、
灵魂层次上保持运行，从而表达出勃勃生机。第二，动机要纯粹，你必须修正你的初心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敬天爱人，无我利他，起心动念皆是良善，保利他之心，行利他之事，顺天应时，你就会得到万物能量的积极响应与支持，更多的天地资源会自动来协助你，成就你。第三，内核要稳定，你必须找到自己此生的人生使命，找到自己的天赋与热爱，并因此而强化坚定不移、坚持不懈的内在信念。这种核心信念能够让你定于中而达于外，能让你的磁场如不动。第四，精神要干净，你必须让自己的意识干净纯粹，不断清理归零，不断填充正知正念，用光明充满自己的精神空间，让自己的意念活动能够始终保持在积极正向的频率中。第五，意念要聚焦，你必须让自己的全部精气神、全部注意力都集中聚焦到自己喜欢的某一项事业上，心神合一，为精为一，能够没有内耗地进行高品质的精神创造与道德生产。第六，情绪要喜悦，你必须运用你的意识技巧，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到平和喜悦的状态，在松静自然的身心振动频率中，你的意识是虚灵的，你的能量是饱满的，你的磁场是喜悦的，你能够轻松地成事，顺流顺遂，犹如神助。精神开窍的人会格外爱护自己的意念，爱护自己的精神磁场，他会自觉精神归位，内观内照，用心建设内在工程，用积极美好的意念磁场包裹，通透自己的每一个生命细胞。意念是行为的种子，行为是种子的结果。念力的作用力很大，善念的作用力最终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好运奇迹。你要相信你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富有。相信自己可以，你就成功了一半。相信自己健康，你就可以战胜恐惧而得到健康。相信自己有幸福的能力，你的家庭就会幸福和谐。意念就是力量，意念就是你的运和气，你的气就是你的能量，你的能量决定了你现实的状态。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，不去抱怨，只要心念向上，磁场足够强大，一定会吸引更强大的力量，扭转乾坤，越来越好。记住，一切万法皆有心生，唯心所变，唯心浮沉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心存善念，相信你会越来越好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